穿越修仙界，我收了3个有着大帝之姿的女徒弟，但我却发现她们有一点不对劲。好徒儿，你也不想再回去那里任人欺负吧？师傅，你这话我怎么在一个黄色的小画本里面看过？都告诉你少看那些不正经的画本了。哎，这丫头哪儿都好，就是这性格着实让人没招啊。师傅，你没看过怎么知道我是说的什么画本呢？师傅，你身上不会有那种画本吧？让我看看。去，我可是正经人，怎么会看那种东西？一路上听你说了这么多，到现在也不见得你拿出什么仙法出来。你行了拜师礼，我自然会教导你仙法。你拿出来了之后，我自然会拜师。跟了他半天，也没见得御剑飞行什么的，这老小子不会再骗我吧？坏了，会被他看出来什么了吧？我那便宜师傅刚拜完师没几天就嘎了，我哪来的功法呀？然后你这破系统还得让白宁冰行了拜师礼才送奖励。宁冰，你只要拜我为师，到时候我保准你以后能够正道登仙。如果我骗你，天打五雷轰。听说修士对于誓约极为重视，若是不能履行誓约，天道将会对此降下神罚。行吧，我可以拜你为师。徒儿拜见师傅。恭喜宿主收徒成功，奖励10年修为，奖励功法玄阳真经，弟子白宁冰纯阴灵根，词条腹黑娇媚巫女，奖励弟子功法辉月玄阴真经。这徒弟不像个好人啊！你看吧，为师可没有骗你。修炼玄阴真经，塑造纯阴之体，修炼者需保持处子之身。这什么破烂功法？还要单身才能修炼？师傅，您怕不是在坑我？这功法您自己敢练吗？系统就送了这么一本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修行之人就应当放弃儿女之境，为求长生保持处子之身是好事。我才不要呢！我修行就是为了享福，将来还要左拥右抱开后宫呢。我这是穿越到女频来吗？我都没想过开后宫，这丫头居然还有这种想法。我可不想将来被人叫做老女人。师傅，您还有别的功法吗？给我换一本。去，你当功法是什么破烂，说有就有？何况这功法是最适合你的。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绝对是被这老登骗了。师傅，你最好别骗我，要是将来我真的找不到男人的话，你可要负责。行，你将来要是找不到男人，为师做你男人总行了吧？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您不会是个鬼妇吧？滚！唉，难怪系统给这丫头的词条都是巫女呢。没办法了。谁让摊上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师傅？师傅，你给的功法真有用，我已经是炼气6层实力了。这系统给的功法竟然如此神奇，短短1晚上的时间，居然直接越过断体期，突破到了炼气6层。徒弟白宁冰修为提升到炼气6层，宿主修为提升至筑基圆满。徒弟修为提升，自己还能获得反馈，这样自己以后都不用修炼了。继续待在这里只能饿死了，咱们下山吧。吃的。师傅，那边有人。师傅，这不会是个鬼阵吧？我辈修道之人岂能惧怕鬼魂？师傅，我就说这里是鬼阵吧。你看，你都是炼气期，寻常恶鬼你一个能打10个。怕什么？快吃啊！你不饿吗？完了，被发现肯定要被打死了。我的老友啊，你怎么就走了呀？我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却没能见老友最后一面啊！我的哥哟！这位小兄弟，敢问你可认得家父？这位大哥是孔老爷的孩子吗？当年我在外偶遇孔老爷，曾受他一饭之恩，如今路过此地，便想着过来看看他，却不想竟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原来如此，
那你不远千里前来祭拜，肯定也累了，且在庄上休息吧。师傅，您真的认识这家的老爷吗？不认识。那您怎么知道是叫孔老爷的？那灵位上不是写着的吗？那感情刚才的哭都是假装的，这业务也太熟练了吧！自己这师傅以前究竟是干什么的？这就吃上了吗？事已至此，那就先吃饭吧。他如今已经是炼气巅峰，想要突破筑基，便需要筑基丹。只是要赶回乾阳宗拿筑基丹，也得近半年时间。有了！我们到了。师傅，你与这家的主人认识吗？那是自然，只不过当时闹了一些不愉快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气消了没有。若是那家伙还在生气，这一次怕是要无功而返了。师傅，你跟这家主人有仇吗？倒也谈不上是仇，只不过当初我路过这家的时候，这家主人的妻子想让我入赘娶他们女儿，我没答应，所以闹了些不愉快。师傅，人家送上门来你都不要，你不会是那个吧？民间有向仙人求子的传闻层出不穷，修仙者的首要条件便是拥有灵根，而灵根的诞生却又极其苛刻，可能数万凡人之中也不见得有一个拥有灵根。于是乎便有传言说可以向仙人求子，以此求得诞下的子嗣也拥有灵根。去，你懂什么？修仙者需要保持元阳稳固，如此修炼的时候才能更加顺利。那这么说，修仙者都是老光棍喽？也可以这么说。只有那些自觉修炼无望的人，才会选择结婚生子。我修仙可不就是为了收后宫吗？那我不白修炼了？你一个女孩子，能不能别老想着开后宫的事了？我是不是穿越到女频了？行了，咱先去看看吧。师傅，你是打算答应他们吗？为了一颗筑基丹，师傅你连贞操都不要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原来是秦仙师啊！没想到秦仙师竟然又回来了，快里面请。秦仙师回来了，大家快出来呀！数月不见，秦道友竟然突然到了筑基巅峰，秦道友真乃天才也。来，这边请。李前辈不必多礼。李道友，这位乃是在下新收的弟子，只是我这位徒弟将要突破筑基，无奈我出门在外却没带筑基丹，这才想着向道友借一颗，只要在下回到乾阳宗，必将丹药送来。道友所求，在下倒是可以帮忙，只不过老朽还有一事想要请道友帮忙。果然，这老小子还是要来了，自己终究还是免不了出卖金皂。唉，老朽的后世子弟不争气，到现在不见得一个拥有灵根之人，我不愿见李家没落，想请道友日后在我李家挑选一人收入门下。还好这老小子没提借种的事儿，此事我答应了你。将来李家若是有人拥有灵根，道友可让他持此信物去乾阳宗寻我，那就多谢道友了。重生归来，我只想争一口气，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。这几天我们先在这儿将就吧，等你突破筑基再做打算。
阁下既然来了，为何急着走啊？不好，上当了，恐怕他早就发现我了。抱歉，我只是想找个地方休息，没想到你们在这儿，打扰二位了。阁下如此拙劣的谎言，莫非当我是傻子？持续检测到可收取弟子顾清寒，境界炼气2层，体质先天健体，来历重生者，前世修得化神期，遭遇暗算，重生归来。词条高冷纯玉御姐。重生者，这不是主角标配吗？姑娘，你可是为了筑基丹而来，看来怕是走不了了。筑基丹对于底层弟子而言，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。外界可是有不少人为了筑基丹大肆杀人，看来对方估计是要杀人灭口了。姑娘不说话便是默认了。不过，你若是拜我为师，待你筑基之时，我便给你一颗筑基丹。不过区区一个筑基巅峰的菜龟，想让我拜师？对方前世化神期重生归来，看不起自己也在理。坐吧，今日这筑基丹你肯定是拿不走了，而且我也不可能放你离开。白凝冰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冷的话过来烤火。竟然是纯阳之体，两个人竟然都是仙体。纯阳跟纯阴之体是天生地造的一对，两大绝世仙体绝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聚集在一起。这就突破了，就算是我当年突破筑基，也要足足1天时间，而他服用筑基丹到突破不过几分钟。师傅，你给的功法果真有用，突破简直如同喝水一般简单。为师给的功法自然不差，只要你专心修炼，终有一日可以得道成仙。得道成仙，这可是无数修仙者穷尽一生追求的极致。弟子白凝冰突破筑基期，系统将返还修为。恭喜宿主突破金丹期，施展寒月剑法必须灵气至阴。看来这位系统送的功法是徒弟专属的，必须纯阴之体方可用。你现在筑基期可以修炼武学了，这门神通你可以修炼看看，以你的资质，或许也能够施展。师傅，看不懂啊。看不懂没关系啊，照着练就行。看不懂我怎么念？你照着读啊。这两个家伙功法都看不懂，究竟是怎么修炼到这个境界的？我去，这真的是人吗？看不懂神通，跟着读竟然也能学会。你怎么还没走？计划成功了。我昨晚故意早早睡去，若是到了早上他都没逃走的话，说明顾清寒也有意拜师。徒儿拜见师傅。收徒成功，奖励10年修为，奖励神通五行剑诀，奖励功法天地交欢阴阳无极功。这功法的名字听上去有点不正经啊，但系统奖励的功法都是专门给弟子的，绝对是最适合李清楚修炼的功法。你既然拜我为师，这本功法给你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您这是正经功法吗？当然是正经功法，为师可是正道宗门。可这天地交欢阴阳无极功，
听名字就不太正经啊。哇，师傅，你有这种好东西，为什么不给我看看？等我将来收了后宫，这功法正好合适啊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此功法讲究阴阳调和，若是遇见纯阴纯阳之体，与对方双修，则效果翻倍。纯阳纯阴乃是极端体质，无法做到阴阳调和，因此不可修炼此门功法。看来并不是居心不轨。不错，一晚上就突破到了炼气9层。多谢师傅的功法，想来用不了多久，弟子就可以达到炼气大圆满了。不错，你的修行进度很快。这筑基丹该如何是好？也不能再去外界。对了，清寒，你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可知道这附近哪里有秘境之类的？咱们暂时还没回到宗门，修炼资源这些还需要我们自己去赚取。这附近的秘境，徒儿倒不知道。不过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藏有重宝，距离此地数百里外有一个小宗门，名青山宗。青山宗后山有一处洞穴，里面则是青山宗宗主的宝库，而那宗主也才金丹期修为。弟子还以为是师傅您想要……坏了，好像说太多了。师傅，若是需要，我们可以去那青山宗看看。对方宗主也是金丹期，震动起手还真没有把握，毕竟现在自己也没什么攻击手段。顾清寒，青山宗的事你还知道多少？师傅，那青山宗后山有一条小路，只不过那条路在悬崖上。师傅，就是这里了。那处洞穴就在这山谷底下，我对这里比较熟悉，我陪师傅一起下去吧。不用，看他的样子，估计这山谷里面或许有些危险，但他们两人的实力基本上帮不上忙，而自己就算打不过，跑总是没问题的。白凝冰、顾清寒，你们就留在这里吧，若是察觉到情况不对，第一时间逃走。这是乾阳宗的令牌，有这个在身上，我便可以找到你们。师傅，当心。那里毕竟是青山宗禁地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禁制。那是……我去！我去！这灵石的数量比一个宗门还多了，这宗门什么情况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根据清寒所说，这里应该是有一处机关的。难不成那些人嘎了之后，魂留在了这里？算了算了，怎么走了这么久，却依旧没有看见出口？按照顾清寒所言，这条通道并不长啊。我阳气，难道是遇到了鬼修？传闻鬼修若是修炼到一定境界，是可以重塑身躯的。我去，我这一击这么强！我去！
这里竟然是一个洞天。这一击金丹期来了都扛不住，对这树竟然没有任何反应。这里就是。怎么竟然无法控制身体？看来只能让他吸收纯阳之力了。这是……看样子这长弓的品质，起码乃是极高。师傅，怎么出来这么久？我们已经在这儿守了一夜了。先前青山宗的人发现了这里，但那些人似乎在与什么东西缠斗，一路追出去了。我估计是洞穴里面的鬼物。刚才我们遇见了一些鬼物，估计就是追那些人去了。干尸和鬼物，我记得前世来的时候没有这些。几位，这筑基丹目前还没有炼制，可能需要等上2天，不如先在我这儿休息下，喝杯茶再说。不了，我们赶时间。来人，去盯住他们，探探他们的底细。是。师傅，有人跟着我们。知道，是刚才那个炼丹师的人做这些小把戏。从刚才就偷偷在杯子里面下药。他干嘛要跟着我们？有时候长得好看也是一种罪过啊。什么？你是说他看上我了？你一个毛头小丫头，都还没发育呢，怪这么脸倔，哪来的自信？师傅，你别胡说，我早就开始发育了。滚滚滚！你听说了西山秘宝的事儿吗？西山秘宝什么情况？就是前2天，距离清风寨不远的西山，有人发现了一处秘境，据说那里有秘宝出世。师傅，这男的不就是刚才那个老家伙的书童吗？虽然脸不一样，但是气息还是相同的。先不要声张，凌冰啊，这秘宝说不定正是你需要的，想不想去看看？想啊。什么？真是可恶！那个家伙看着一脸肾虚的样子，居然也敢觊觎本姑娘的美貌。待会儿我一定要将他打出屎来！凌冰啊，咱能别这么自恋吗？人家也不一定是看上你了。他不是看上我，难不成是看上师傅你啊？那小子是看上你师妹了。师妹，好那肾虚子，竟然如此没有眼光！待会儿我一定要把他打出屎来！几位这是去哪儿啊？我这里正打算为几位炼制筑基丹呢。几位若是走了可不好。小丫头，我看你天资非凡，不妨跟了我，你所需丹药我自会供应。我去，这老小子居然真的是看上了白凝冰，禽兽啊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！师傅，我就说本姑娘姿色无双吧，你还不相信？而你这个肾虚货色，也敢说我师傅？看招！
师傅，怎么办？我不会啊。还记得剑法口诀吗？念出来。月照寒江霜满天，临时抱佛脚。画本所记，剑法有余。这里面的筑基丹你拿着，剩下的还有不少零食，都给你保管。难不成真的要与他双修？去求他做那种事，我真的办不到。师傅，师妹的脸为什么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？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师妹这是来春天了。你个逆徒，给我滚一边去！清寒，别听他胡说，眼下你刚突破，先稳固境界。是不是功法出了什么问题？不妨说出来。师傅，这功法需要我与纯阳之体双修。纯阳之体，眼下这人不就自己一个吗？没关系，或许还有别的办法。你师妹修炼的功法还要保持童子身呢。顾清寒突破筑基，恭喜宿主突破金丹期2层，系统奖励神通无极剑意。清寒，如今你已经突破筑基，为师传你一门神通。师傅，这神通如何会在您这里？知道这门神通？无极剑意乃是当年无极仙君的手段，他曾凭此一招扬名中州，只可惜后来仙君失踪，这门神通也随之消失了。这个嘛，我也是偶然得到的。多谢师傅，这门神通很适合我。啊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，不是开了3卷课，全挤在我，这不是浪费钱。好冷，谁往我被子上泼水了？啊！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师傅您继续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走了哈。你给我回来！师傅，别杀我灭口啊！你小黄书看什么类型的我都知道，您继续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。胡说什么？你师妹修炼出了岔子，我只是在帮她。嘿，师傅您不用解释，您看看，师妹这不是也挺主动的吗？抱歉，打扰了。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们师徒，在下只是借贵务地暂时躲避一下，贸然闯入贵地，还请见谅。在下乾阳宗秦阳，敢问阁下所为何事？在下此番外出历练，途经此地，听闻青山宗被鬼修占据，想去查探一番。估计是自己那时候不小心放出来的。兄台可查出了什么？青山宗本是凤阳府一宗门，如今只剩10几名弟子，鬼修修炼艰难，有那等修为的更不可能凭空出现。而且青山宗弟子一旦筑基便下山历练，却再无一人回去。所以我怀疑，那些人根本没下山，而是被用来养尸了。秦兄应该知道石阴宗，石阴宗以养尸修炼，但他们不会残害门下弟子，所以必须处理掉他们，以为正道之名。严兄说的有理，我师徒几人正好路过，不妨同行，也好让徒儿磨练一番。如此甚好，似有人在谈话。那秦兄可否将此房间让给我？我想听听刚才那2个弟子的谈话。无妨。秦兄，都弄清楚了，那2名弟子似乎是去求救的，今日便会回去。跟上。不对劲，他们没有进青山宗，而是绕路了。我担心他们是察觉到了什么。秦兄，咱们恐怕要分头。这便是我们前几天去过的后山。严兄，如今青山宗已被鬼修占据，他们绝不会走山门。兴许是我想多了，那我继续跟上去吧。师傅，咱们也一起吧，对付那几个家伙用不着这么小心。这小丫头哪来的这般自信？咱们还是一起吧，若真有问题，也好多个帮手。宁冰姑娘，你在看什么？严兄别介意，这丫头没见过世面。哎呦我去，这小丫头8成是想把人家收入后宫了。所
锁灵符，传闻此符乃邪修之物，可锁灵魂，供人食用。这些家伙果然在养尸，而且是邪门养尸术。谁？滚出来！水银，元婴真君！无有道刚才那手段，唯有元婴气方能施展的瞬移神通。该怎么开头？快走！他是元婴真君。区灵府也想要伤我，我本不想招惹灵府宗，但既然主动送上门来，天狼在你手里。这弓箭有追踪效果。杀气！师傅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几乎已经是一个废人了，只是凭借着自己修士的体质吊着最后一口气。我这里的丹药也无法救他，你去放风，我来帮他疗疗伤。女的，他应该是动用了某种易容的宝物，能让他的样貌也发生了改变。模样与顾清寒相比都不相上下，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女扮男装。那边是蟒山，那里横贯数千里的茫茫大山，人烟稀少。吴有道不会料到我们拖着几个伤员还会深入蟒山，我们就去那里吧。清寒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你知道夺舍吗，师傅？修士结成金丹之后，即便身躯毁灭，也可退体而出。只不过金丹有形，可被消灭。大部分金丹期修士若是身死，金丹也无逃脱的可能，唯有那些元婴期修士方能借元婴脱身，而锁灵符可以锁住灵魂，强行将灵魂剥离，也正方便了夺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青山宗并非在养尸，而是有人利用他们养魂，在趁机夺舍。那青山宗掌教之前是金丹，现在却突然变成了元婴，怎么看都很奇怪。事情变麻烦了。师傅，不好了，我刚才下去买葫芦，撞见鬼了！你这丫头就喜欢这些神神鬼鬼的传说。师傅，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那个鬼了。你不是去买葫芦吗？怎么在大街上遇见鬼了？对，而且有好多好多，满大街都是。你往外面看看呀！师傅，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咱们这怕不是进了一座鬼阵了。你好歹也是修士，那些家伙是人是鬼，你还分不清吗？不
不是啊，师傅，他们真的是鬼。刚刚我都从他们的身体里穿过去了。不像是鬼魂啊，可他们也确实没有身躯。去叫你师姐过来。师傅，这是尸阴宗的人在赶尸，他们以养尸修炼，会四处收集无主的尸体或者孤魂野鬼供自己修炼。但他们与那些养尸的邪修不同，他们不会去残害那些有主的尸体。刚才是哪个没教养的乱邮东西？谁在骂我？是我，你瞎了吗？有种你出来，本小姐打死你！你乱邮东西，你还有理了？有种你下来！哪里来的小孩，也敢跟我叫板？我呸！你个小丫头也配说我？我打死你！月照寒江霜满天。小丫头，念诗念得好，管个屁用！出来混要讲实力。怎么这么冷？坏了，师妹，快出来帮忙！你竟然还有师妹，这是什么破宗门？住手！这位兄台，抱歉，我师兄脾气火爆了些，多有得罪，我代他向二位道歉。在下乾阳宗秦阳。原来是乾阳宗的师兄，幸会。在下尸阴宗素秋，这位是我夫君长乙。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夫妇二人还有事在身，待我们将雇主送到，再来拜会师兄。苏姑娘有事，在下自然不敢打扰，请。教过你多少次了，不可惹是生非。是那个小毛孩子先骂我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先高空掏物？尸阴宗以炼尸为本，尸体阴气旺盛，男弟子炼尸往往会损耗元阳，因此尸阴宗的先祖便创造了一门功法，可以让那些男弟子锁住元阳，只不过他们便会变成小孩子模样。那他们岂不是长生不老？并非，他们只是身体没有变化，身体一样在衰老。没意思。师傅，你说小孩子娶妻有什么用？他行吗？去！你管人家这个干嘛？秦兄，冒昧叨扰。无妨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夫妻这次出来也是为了赚一点外快，只不过现在遇到了些麻烦。我们原本是接到本地官府的求助，说是这镇子上王员外家有妖邪作祟，于是便打算过来降妖除魔。可昨晚我夫妇二人发现情况有些不对，我们发现那王员外像是被鬼魂附身，但我们帮他检查过，他的体内并没有鬼魂残留的痕迹，相反他的灵台却被封闭了，而灵台是修士才有的，原本他灵台封闭，神魂也被锁在其中，他本该动弹不得，如同一具活死人才对。可现在王员外却生龙活虎，但是无意识的在行动。二位可听说过锁灵符？啊，秦兄是说那王员外是被人种下了锁灵符，可谁会制作这种灵符？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们在青山宗遇到了有人炼尸进行夺舍。按理来说，如果王员外真的被人夺舍，那么夺舍之人至少也应该是元婴期，元婴真君不应该无法控制他的身体才是。不，并非只有元婴期才能夺舍，金丹期也一样可以。秦兄的意思是，这王员外乃是旁人养的宿主，如此，今晚我夫妇二人再去看看。晚些时候，我与你们一同去看看。我也想要确定一下那王员外是否中了锁灵符。几位仙师大驾光临，小人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这二位是？这二位是乾阳宗的道友，这位是秦兄，旁边是秦兄的弟子。原来是前国乾阳宗的仙师，失敬失敬。这边请。师父，
这个王文有些不对劲。没事，先静观其变。几位仙师，不知家父的情况要如何处理？你且放心，我等心中已有计划。那几位打算怎么办？我毕竟还未见过王员外，长兄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。也对啊，秦兄还没见过王员外，先让秦兄看看再说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带几位过去。怎么回事？大少爷，老爷又犯病了。仙师，这2天家父情况不太好，你要是不介意，能不能在这住一晚，待我安抚好家父，您再帮忙看看。没问题，既然我们接了悬赏，理当尊重你们的意思。怎么还没动手？刚才那个王文经过系统的检测是个修士，而且还是金丹期，难道是他们还有别的目的？师父，你确定那王文乃是金丹期？绝对确定，而且整个王府，包括那些下人丫鬟，都有修为在身。他们应该是修炼了某种秘法，隐去了修为。不过除了王文是金丹期，其次最强的便是那个管家是筑基圆满，就是不知道素秋姑娘哪里怎么样了。长椅今晚还带着几个姑娘回了房间，他们会不会从长椅身上下手？有可能，不过现在也不好做什么，他们的势力远比青山宗那里强大。劳烦你了，仙师。灵台封闭，很像是中了锁灵符，我等需要商议一下。秦兄，是否是锁灵符？素秋姑娘，你可知道如何解除锁灵符？此乃御灵符，此符文可让神魂离体。想要解除锁灵符，便需要以灵魂进入对方体内，摘去他灵台上的符文便好。我夫妇2人修为浅薄，此事恐怕还需要秦兄相助。当然，如果治好了王员外，悬赏依旧归秦兄。师父，神魂离体危险。无妨，既然答应了帮忙，自然要尽力为之。那此事全仰仗几位仙师了。神魂离体对于修士而言，无疑是很危险的。若是有人趁此机会夺取师父的本体，师父几乎毫无反抗之力。你进来做什么？我担心家父的情况，来看看。滚出去！不对，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圈套。素秋夫妇根本不是世音宗的人，不，他们会赶尸术，应该是世音宗弟子，只不过跟王文合作了。你们想要做什么？修为被封了。做什么？这么好的躯体，自然是要为我所用。你们无耻！老爷，待此事结束，这女人的躯体可要留给我夫人。哎呦，可别伤了我夫人！你敢过来，我立刻自爆！先生，急什么？先看好他，待我夺了这具身体，自然会帮你。纯阳之躯，我这一次真是捡到宝了，竟然有如此完美的。哦，是吗？想要我的身体，那得看阁下有多少斤两。你的神魂不是已经离体了吗？蠢货，谁说神魂离体就不能控制身体了？你是金丹期，这不可能！你明明是筑基期，你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我们的阴谋，你一直在隐藏修为。你还不算太蠢，同为金丹期，我还能怕你这毛头小子不成？说你蠢，你还不承认？都是金丹期，我压制修为，你为何看不出来？天狼，你们果然跟青山鹰有关。这么久了
了，怎么还没好？不会出事儿吧？老爷，您没事了？那老爷现在可以帮我镇压这女人了吧？急什么？我才刚掌控这具身躯，需要时间适应。我先带她回去，待我将她的灵魂抽离，再将她给你。这是那家伙的金丹，你拿去炼化，应该可以恢复伤势，弄不好还能借此提升修为。师父，这金丹蕴含了金丹期全部修为，您若是炼化，或许也能更进一步。我用不着。筑基3层，不错。对了，清寒，你懂得搜魂吗？略懂。他脑子里应该还装了不少东西，你来对他搜魂。这家伙认识天蓝宫，我猜他可能跟青山宗有些关系。师父，钓到大鱼了。这人是青山宗前任宗主，名叫韩干，而吴有道是500年前的宗主。他们2人都知道天蓝宫的秘密。天蓝宫会吸收阴气，韩干来到此地建立王家，不断引诱过路修士，用锁灵符夺取灵魂送回青山宗供养天蓝宫，同时暗中帮寿元将近的修士夺摄躯体。如今王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金丹期修士，那2个世阴宗弟子也一样，他们本是世阴宗长老，因无法突破元婴，寿元将至，这才跟韩干同流合污。师父，您的灵魂还在王文身体里。我知道，灵魂倒是无所谓，只要金丹还在体内便可以操控。而王文的情况我已心知肚明，那家伙身体里藏着1000多道灵魂，全部被锁在灵台之内。也难怪他会疯了。此地不能久留，那吴有道若是反应过来，很可能会来这里探查。我们要尽快离开。老爷，外面来了一个小丫头，说是要找秦阳。宁冰，那丫头怎么不听话？不过，或许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离开王家。清寒，待会儿见机行事。师父，延庆的女人醒了，吵着要见你，说是有事儿要告诉你。不用找借口了，这小丫头来的还真是时候。我知道了，我去看看。许道友，老爷这是什么意思？眼下老爷还不能暴露，他或许只是过去暂时敷衍那些人，我们先不要惊动他们。严姑娘，我师父回来了。秦兄，先前隐瞒身份，实属情非得已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出门在外小心为好，能够理解。不知姑娘叫我回来是有什么事儿？我们先前在青山宗遇见的那个宗主，很不可能是夺舍重修之人，而且此人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我怀疑他可能与我灵符宗有关。严姑娘，我这里也有些消息，倒是可以印证你的想法。王家的老祖韩干本是一个散修，他在150年前突然建立了王家。秦兄，在下真名颜如玉。方才秦兄所说的那个无有有道，他本是灵符宗弃徒，因偷偷修炼禁术被逐出山门。他拜入青山宗的事情，灵符宗也知道，只不过他50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现在看来，他应该是夺舍重修了。这样就说得通了。吴有道精通符箓之道，原来是因为出身灵符宗。对了，严姑娘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此地与那吴有道有些联系，不便久留。我感受不到那女人身上的气息了。你的追魂术失灵了？不是失灵了，而是这周围都是那个女人的气息。小娘子，你的同伙呢？快走！月照寒江霜满天。这句诗我曾经听过。筑基后期的实力，竟然扛不住他们一击。完事了，严姑娘，我们走吧。得找个地方给你治病了。对了，严姑娘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
有人吗？我们路过此地，想讨碗水喝。你们去别处吧，村里闹妖精，赶紧走。凡人眼里的妖精，自然指的是妖兽。此地乃是莽山深处，有妖兽出没倒也正常。我们是过路的修仙者，敢问是什么妖精？我们或许可以帮忙。仙师在上，求求您救救我们！仙师，前些日子我们这里来了一只彩色的鸟，那鸟能够口吐人言，还能喷火，已经伤了村里好几个人了。王大柱来了！这是村里的村民，前些日子进山打猎受了重伤，没救回来。村民们听见这话，都以为是冤魂作祟。这件事交给我们，清寒，你留下照顾严姑娘。妖怪在哪儿？这玩意儿，搁我老家菜市场10块钱一只。弄了半天，你们说的妖怪就是一只鹦鹉。对了，严姑娘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师傅，抓妖怪啊！什么妖怪？那就是一只鹦鹉而已。这徒弟真是白收了，关键时候一点用没有。什么是鹦鹉？就是一种普通的鸟。妖怪！妖怪！没听说过鹦鹉还会喷火，难不成真的修炼成妖兽了？师傅，把这个给我做兽宠吧。什么兽宠？这就是一只普通鹦鹉，还没开灵智呢。对了，仙师，山里面有个郎中，或许能治这位姑娘的病。只是那小郎中脾气古怪，从来不见人。村里人找他治病，都是将病人放在家门口，被他治好的病人回来，也都不记得他的模样。我们只是听他声音，说话的像个孩子，才称呼他小郎中。仙师要是去找他，得遵守规矩，最好让这位姑娘到了门口就闭上眼睛，不然小郎中不会出来的。治不了，回去吧。先前就觉得奇怪，鹦鹉生于南国，这边很少见到。那小性格古怪又独自一人住在山上，或许他也是从别处来的，搞不好就是怀疑这只鹦鹉是小郎中养的，所以才带着一起来。现在鹦鹉这一开口，我更加确定了，这鹦鹉认识小郎中。这地方怎么像是失火了？那小郎中不会被烧死了吧？火，好大的火！都死了！检测到可收取弟子妮环，无修为，身负神皇至尊血脉。妮环乃是长生之无限，从上古时期存活至今，每隔1000年便会浴火重生，失去前世的修为与记忆，自带内向心性，更有绝世神医妙手回天天赋。再这么吸下去，怕是要被榨干了。谢谢，能不能把我放下来？该怎么开口？你是我爸爸吗？鸟类会将出生后第一个见到的人当做父母，可凤凰血脉也会这样。不对，它每隔1000年浴重生，失去记忆，以前也这样吗？这不正是收徒的好时机，趁机忽悠他拜师，能省去不少麻烦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爸爸。为什么你是人类？变异了。那妈妈呢？我带你去见他。这回真是不做人了，连小孩子都骗。妈妈，严姑娘，配合一下，他失忆了，把我当成爸爸了。道理我都懂，可为什么要让我扮演母亲？这要是传出去，自己的名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小丫头就是村民口中的小郎中，她刚经历浴火重生，失忆了，把我当成亲人了。罢了。皇女，小云雀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好了，先下山吧。眼下他这个样子，指望他治病恐怕没什么可能了。妈妈受伤了吗？对，你妈妈受伤了。霓狐，你还会治病吗？原来我叫霓凰，我会炼药，会炼丹，妈妈的病可以治。那你可以帮妈妈治病吗？
修士一身精元凝聚，失去一滴便是巨大损耗。他尚未修炼，这一滴心血伤及的是本体。严姑娘，这丹药的功效竟如此强。早知道就不该让你出手。哟，哪来的小东西？去，一边去，别吓着他。师父偏心。虽然单身几十年，但这不妨碍自己有一颗当老父亲的心。霓凰，你想不想拜我为师啊？拜师是什么？你跪下磕个头就行了。恭喜宿主收徒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反例，宿主突破金丹4层，恭喜宿主获得凤凰涅槃诀。此功法是凤凰一族传承功法，唯有纯真凤凰血脉方可修炼。霓凰，你看看这个。那气息与霓凰一模一样，他仿佛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可那眼神竟是满怀深情。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反例，突破金丹4层中期。什么时候多了个中期？霓凰，以后别叫爸爸了，那叫什么？叫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真乖，吃了它。慢着。筑基期，顾清寒他们突破筑基用了几个时辰，一看真恐怖。这丫头吞下的瞬间便突破了。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反例，宿主突破金丹5层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神火焚天术、浴火之术，可操控天下火焰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岐黄之术，记录古往今来万千丹书，凡世间丹药皆在其中。浴火之术、岐黄之术，后者倒是极适合他。霓凰，师父再送你一份礼物。师父，好多书。师父，我不怕。金丹5层，对付元婴真尊毫无胜算。哼！吴有岛，来，让我看看你元婴的分量。